今天我约了一位很会建房子还有种树的部长，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再过几分钟就到我们约的时间，可是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哎。难道他还在工作？我们去找他。Hello， 嗨，部长，你好。嗨 ，Joanne， 欢迎你来到文理。原来你真的是在忙工作，在开会，这是我的同事。Hello， 是联络所的同事，这是 Corinne。Hello， 周末还是这么忙？周末就是我们的社区有很多活动啊，所以我们呢偶尔呢会开个会，来谈呢下一轮的那些活动的一些细节咯。今天方便透露一下你们在讨论什么吗？可以啊。我们有一个活动会去登安那个空军部队，去那边了解一下他们的运作啊，让居民能够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飞机飞来飞去。哦，那你们都是已经跟部长一起合作很频密了吗？跟他合作也蛮久了，有一段时期4年了嘛。4年多。透露一下部长是怎么样的？部长啊，部长是一个在工作的时候都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部长。他当然是需要每样东西都做得很好的，可是当然在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讲一些娱乐笑话啦。是吗？讲什么笑？你们他的娱乐笑话好不好笑？有时候会有点冷啊。哎呀，痛啊痛啊！但是有些时候冷的时候还是要假笑一下，是不是？应酬啊！除了就是你们经常有这样子的互动之外，有没有说也要跟部长一起出去外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工作小组是专门去认识一些特殊需要的一些居民，他们的看护者。有一个这样子的居民，他的2个女儿需要一些帮忙，他因为不能够去接见民众，所以部长在百忙之中就抽出他的时间到访去认识一下这个居民。有没有从他们的口中听到，哎，这部长是什么样的人啊？或者他们对部长的看法是什么的？其实有很多人都说他的好话，因为他是一个很亲力亲为的一个部长。当我们知道某一些居民他们需要帮忙清理一些杂物的时候呢，部长也会戴上手套啊，也是亲自的去帮他清理那些杂物啊。我听说部长今天来拍摄之前啊，好像也是从另外一个活动过来的，是不是？对，我们联络所有庆祝一个屠妖节日的一个活动。较早是在金文泰林公园一个活动，所以看来你的周末也是很忙的。就是开心的忙啦。因为有这些社区活动都是由义工主办的活动，我们应该要去花点时间去支持，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居民分享有关他们社区的一些发展项目啦，或者一些重要的一些讯息。比方说最近下很多雨嘛，我们的邻里偶尔会发生这个骨痛淤血热症的那些病状，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醒居民要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呢。那部长应该是对这个文理一带是特别的熟吧？大概吧，4年了。所以你可以就是带我走一走吗？好，去购物中心买东西。哦，买东西我最喜欢的。不好意思哦，我要把部长拉走喽。好 ，OK， 好，谢谢你。继续开会吧。好，谢谢，拜拜。做完了我就回来。你好，你好，你去哪里做工？你见过部长啊？哦，那部长有没有帮你解决问题？有，很好，大学也是。哦，OK，拜拜。好，来这边。哎，拜拜。走一走。Hello， 幻想中心。为了。好吗？好的不得了啊！声音 OK。那来拉顾客来。声音还 OK ，OK 了，还可以啊。不过毕竟好像近了一点啊，近了比较近一点，可能是考试的期间嘛。哦，啊，OK。
OK 了，没问题了哈。 OK， 对吧 ？OK 可以 OK。Hi Brian。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白你好，你也应该是这里的居民吧？啊，对，我是这边。你住在这一带多久？差不多1年多左右吧。为什么会选这一带呢？因为这边的屋子比较符合我的budget。你是买那个转售的呢，还是预售的？我是买转售的。对买转售的组屋，你要付一个 COV 是不是啊？我买这间屋子的时候还了好几千块的 OTP， 之后我需要file for 一个 valuation， 我不知道我需要还那个 COV 需要还多少钱。所以你的房子最后你必须要用现金付的吗？不需要，都是用我的 CPF。你有得到一些津贴吗？有，我收到了80千的那个 CPF 好金单，然后在一个35千的 ESG， 还有一个20千的 proximity grant， 因为我的父母都住靠近这里，所以总共是多少？ 135千。那也帮助了你们不少，对对，吧？帮助我们差不多大概是29%的。去年呢，我们把这个公积金的购物津贴提高，所以这是 Brian 跟廖太太2个人呢从中受惠呢，拿到了那个8万元的那个津8万贴元。今年呢，为了帮助首次购买房子的，无论是预购族也好啊，公派市场的转售族也好，我们今年呢，把我们的这个 ESG 提高到高达12万元。那你住在这里满意吗？满意，因为我这边靠近我的父母，所以他们有空就能来帮我照顾我的孩子。而且我是刚好在 Jurong Point 跟温雷的中间，对，所以走2边都是差不多5分钟。那好了，我就不妨碍你购物。今天周末要购物，要买一些。对，我要买一些买冰淇淋。买冰淇淋给我孩子，我孩子很喜欢吃。好 ，OK， 好的，好了，可以，谢谢你，顺利进。谢谢谢谢你你，谢谢你，拜拜。拜拜。走错了，走这边，不好意思。走错路了，还好吗？啊 ，take care 啊，走错路了。走错路。拍一个，然后中房，还好吗？这帮。美女啊，美女！哎，你们好，你们好看。了节目吗呀， ？Take care. How are you, uncle? Everything okay? All alright? 哇，每次走过就肚子饿了，很香。哇，香喷喷的。吗？啊，邻里山间就是这种气氛了。哇，岛上更蓬勃了有很多。啊 Hello。 ，actress movie star No 啦，not movie dari star 啦。 Channel 8，哇，开心看到你你看。带明星来拜访你，哦，画的。换，祝你们换。谢谢。 OK，take care，拜拜。拜拜。拜拜。哎两代两代的生意啊，好，遍地黄金对对，啊，生意兴隆。谢谢。生意兴隆啊。哎， Hello 好陈先生你好，啊，在买鞋啊，是，哦，蛮喜欢这双鞋，不知道谁要不要 sponsor？那个 media call 会 sponsor 的，对不对？啊，那是 Joanne，哎，Joanne 你好，你好你好白雷秀小雷秀，对你好你好。是住哪里办Jurong 33年， ？33年。今年我刚好有接到这个翻新的计划。翻新了些什么呢？我是住那个 EM 啊，我有3个洗手间，他都跟我翻新，还有什么扶手啊，那个什么窍门的开关那个 switch，翘板开关，翘板开关是这个是不是啊对翘板开关啊，对，这个你觉得这些对你有帮助吗？会有帮助，因为我都73岁了。不出73岁了啊。就是好像还是很 fit 的。翻新厕所、壁砖、地砖，这个是家居改进计划啦，对 HIB，然后做那个201啦、2.0啦，升级版啦。哦，升级版。这是我们今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这个201计划升级版，为了帮助我们的年长者呢，他们可以在家中安装这些轻乐龄的设施啦。你是安装的那个可折叠的淋浴椅对吗？对，这个就是这个折叠的，还有那个 RAM 的我没有说，其他都做到了。这些都是不同的轻乐龄安全设施，比方说可折叠的 U 型扶手这个翘板开关，有些厕所门它不够宽，轮椅进不了，所以我们可以弄宽那个厕所门，哦，有时那个门槛就是障碍是吧障碍，所以为了
达到那个无障碍的对那些对对对设施呢，是可以把那个门槛把它敲掉，对哦，就方便他们进出。他们也是可以安装这个防火警铃，有装上去吗？有，我装2个，因为我楼上楼下。对啊对，也是很受欢迎的是这个厕所的那个防滑功能、防滑处理那个 very good 啊。这些政府呢就是大幅度的津贴啊，会高达95%，所以居民呢最少也是只付5%。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乐龄人士呢，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呢，鼓励他们安装一些轻乐龄的设施。他们安哥所讲的可以提到车，政府给我们的优惠价格真的，所以你觉得很合理啦？非非常合可以理真的非常可以。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乐龄 SG 计划，可以做这个社区翻新计划做一些轻乐龄的设施，比如说那个乐龄运动设施等等啊。目前那边是应该说十全十美。现在我希望增加多一个紧急的那个灯，紧急跳电灯。emergency light。听见我说，最需要的就是一片光明嘛，是不是？而且是 housing board 的那些负责人啊，他们得试过，你只要买东西，我们就给你装，我们去哪里去找，对不对Mr. Dan，你会介绍给你的朋友吗？或者不了解还不知道有这个计划的人，你会向他们推荐吗？当然会啦。看来 Mr. Dan 真的是很满意。满意，我180%满意。那谢谢你喽，谢谢 Mr. 谢谢你 Dan 哎，谢谢部长，好谢谢，身体健康啊依照你，哇，谢谢，再见啊。好，thank you，thank you。好，部长，你陪我走了那么多，你还没有参观我的露营车，好，我们去参观一下吧。好吧？走。好弟你好，回家吗？回家了认识白薇秀了哈。啊，是的，我漂亮的小姐，谢谢漂亮，好，身体健康。来，大家一样啊，哎，大家谢谢。健康。下次来，拜拜。部长，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露营车。露营车，哇，漂亮吗？你看上面有惊喜。因为今年10周年，所以就比较特别一点。看，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胡姬花，非常美，这些都是蝴蝶兰。那个是你在在学拉二胡。我们的联络所有花乐团，所以他们要求我去学一下怎么去拉那个二胡。可是我拉了，他们说好像在杀鸡。是这样的，不会拉不好听。我看你这里又拉二胡啊，然后这边又好像是有一些户外的这是花皮花亭啦，是跟我们的居民呢每个月去玉兰湖。还有看到你那边在做蛋糕吗？这是在疫情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视频来教居民怎么样去直接做一些巧克力蛋糕。哎，我有看到这个这是我的凤梨酥哈，姨妈的一个凤梨酥，我看起来从小就吃。今天我有口福吗？我带来一盒，就听到我想带他的凤梨酥上电视，他是非常高兴，特别帮我们做了。那我应该有口福，那我们就下去尝一尝，好不好？来，好的，这边。其实我很喜欢吃做这边，我也有准备啦，我是准备，哇，这个特别有心形的，哇，这个亨利塔还这么特别有心形的，对。要做这个是很考功夫的，很耗时间。你有跟他一起做过吗？我只是吃而已。我今天也特别准备了甜娘惹糕，对，有没有你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这是 Onday， 对你最喜欢这个？非常喜欢吃，这个也是像龟沙拉。你为什么会对娘惹糕那么情有独钟呢？因为我们都是长大吃娘惹糕的嘛。我父亲是福建籍贯，母亲是娘惹，所以我们久而久之的长大了是要寻找我们的根源了。部长，你知不知道我拍过小娘？你有看吗？有看，跟一家人一起看。你来啦，还好来得及。我听桃姐说，陈家少爷长得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你没看见他吗？看见了。
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啊？因为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那你当时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们觉得，哎，两人怎么说华语这么好的？因为两人都是讲那个巴巴诺尼亚的话嘛，对就是马来话掺福建话。哦，我感觉好像部长你的家族蛮大的。我父亲那边他有总共是11个兄弟姐妹，他排最小，最小。我母亲那边那个家庭没有这么大，可是娘惹的那种家庭，巴巴诺尼亚是很注重饮食，很注重食物，对，所以他每次阿姨有来的时候，就是家庭聚会啦，就是煮那个asam pedas 啦，那个ayam pongteh 啦，ayam bakar luar 啦，itim 啦，还有那个螃蟹叫bakwan kepiting。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一道菜？当然是 ayam bakar luar 啦，就是配那个饭吃。可是问题是它这是津津有味了，你越吃越饿了，就是吃越多白饭。另外一种是那个三包的虾，三包手冻。我的阿姨就煮的时候呢，也是一碗饭呢，把那个三包全部好像涂在那个饭上面了，这样搅了就吃了。那你也是这么吃吗？是的，当然可以增肥了，所以要控制一下。部长，我看你这个大忙人，有没有一些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你喜欢的嗜好呢？其实我喜欢在水上划皮划艇。除了皮划艇，你还去捡垃圾啊？捡垃圾，对。怎么捡？你用手这么捡啊？不是，是用那个桶跟那个钳子。哦，好像有桶跟钳子是吧？当然要穿这个救生衣，对吗？就是最基本的安全OK， 救生衣你会穿着，然后呢？这是那个划桨。做那个皮划艇的时候，拿一个桶和一个钳子，看到垃圾就捡那个湖的垃圾，因为我们是玉朗湖是在那个工业区嘛。每逢下雨的时候，那个龙沟会把那个垃圾从工业区就是冲进那个玉朗湖，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大自然环境。所以我们呢每个月呢人民协会会为不同社区的一些基层跟一些居民呢，就是去玉朗湖一边划皮划艇，欣赏大自然，做点运动，一边为我们的玉朗湖出一份力来清理这个垃圾。但是我很好奇，因为那个很窄的嘛，然后你可以示范大概一下，你这个桶会在哪里呢？如果你是这样子，在我的前面比方说。所以这个是那个皮划艇，然后那个桶就会在你的前面。前面，对。然后呢，然后你就会这样划了。这个不会掉吗？不会，就在船上吗？你要窄一点嘛，不会窄就掉了。对，就是我的 OK， 你就这样划，然后你就，可是你一边要划，你怎么一边？比方说看到那个垃圾就要放慢速度，不然的话你就会越过那个垃圾的位置嘛，就是停顿下来，然后就拿那个钳子去捡那个垃圾，放进个桶里面，然后有时呢太远的话就用这个去勾划桨呢去勾去勾把那个垃圾距离拉近了，就把它放进垃圾桶了。那个桶满了就回岸了。如果是我呢，因为我会晕船，我会一边划一边。其实去年我们在那个湖中，我是看到一包浮在水上的那个塑胶袋，所以我就用那个钳子把它拿起来，就里面是水。那要倒这个桶之前呢，那个塑胶袋因为在那个日晒雨淋嘛太久了，它就破了，是人家他呕吐了，就放呕吐在包里面，所以即刻要回岸去冲凉。部长，你刚刚提到说你有姑姑要照顾你的祖母，是不是？对，我小时候就是3代同堂。我的祖母呢，她以前照顾我们可是因为中风，所以瘫痪了多年。那当时我的二姑就是住在我们的家，因为父母做工嘛，所以她帮助照顾我的祖母。可能要帮她洗澡啦之类的，用厕所啦等等所以就是蛮辛苦的一份工作。所以呢，刚才我们在购物中心见到陈先生，还记得吗？对，他谈到这个乐龄1计划升级版，这些轻乐龄设施，让我们的乐龄人士呢可以在家中安享晚年，
不怕跌倒，不怕有什么风险呐。除此以外呢，可以帮助看护者把年长者带到厕所的时候，如果那个厕所门有一个门槛，那就把那整个轮椅抬进去，抬上抬下，过了一段时间就会会造成一些压力。你的姑姑也是需要这样子，对，抬上抬下。虽然年纪小，可是亲眼目睹了嘛。那些辛酸哈。现在新加坡有这个能力，对，就尽量去推出这些轻乐龄的项目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个乐龄 SG 的计划下。那部长，你小时候3代同堂一起住，那还有那个居住环境啊？我小时候还记得吗？居住环境是住在发拉路咯。然后呢？那座祖屋还存在，电梯口一出就是4个门4个家庭。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那个门都是开着的，然后邻居都是互相认识的，就是那种干崩的一种精神。可是久而久之，我们这比较现代的那个生活，每个人都比较繁忙，每个人也是非常注重隐私，所以回到家门是关上，互动个交流的那个机会就比较少了。所以我们人协的这些拉近邻居的这些活动呢，是特别重要。比方说大日子的时候，就是圣诞节啦，华人新年啦，等等啦，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主办活动，给邻居多认识彼此。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他说其实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政府祖屋的计划跟这个政策很好，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个家嘛。对。但是我有时候也是会听到一些人说，哎呀，我买不到屋子啊，或者我标不到屋子啊之类的。其实我们呢，在2021年到2025年呢，已经承诺，就是推出高达10万户新的祖屋单位，尤其是要帮助那些首次购屋者啦。可是疫情很严重的打乱了建屋局的那个施工的进度，所以我们明年2025年初才能够完成所有被延误的祖屋的那些工作项目。除此以外呢，这几年婴儿潮一代的孩子 ，Echo Boom 呢，就是说我们呢20多岁、30多岁的国人他们目前呢这几年已经成年了，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族群。OK， 可能他们也成家了。对，3代同堂越来越少，夫妻跟孩子的那种家庭组织是比较多。单身人士也是比较多，他们也要买属于自己的家，所以其实这个买祖屋的那个需求呢，还是蛮强劲的。为了应付这个现象，我们第一呢，推出更多的新祖屋，高达10万个新祖屋。第二呢，我们实行了几轮那个降温措施，来控制那个市场攀高的现象。那这个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房屋市场呢，始终是周期性的。听过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就埋怨了说，哇，因为疫情，他们等那个新祖屋等了很长时间。目前呢，这个新祖屋的等候时间是大约是4年了。可是从今年起呢，我们会开始推出2000到3000个等候时间较短的祖屋，等候时间呢就是少过3年。那长远呢，我们计划呢就是把这些 shorter waiting flat 的那个占整个预购祖屋的比例给它弄大一点。这个 shorter waiting time flats 有没有分地段呢？没有，这个是在全国不同的地方推出这些shorter waiting time 的这些单位。据我所知呢，今年的预售祖屋好像也有了个新的框架。那我们从今年10月的预购祖屋销售活动起呢，会开始实行我们的新祖屋分类框架。第一个是 Prime HDB Prime 黄金地段的祖屋，第二个是这个优选地段祖屋HDB Plus， 另外是这个 Standard Flat 标准地段的祖屋。标准地段的祖屋其实呢，在我们的新祖屋的供应方面呢，
会占最大的比例了。所以居民不用担心没有那个标准地段的祖屋。那相比呢，有些祖屋的那些项目呢，可能是在市中心，或者在市中心附近。他们可能呢，交通特别的便利，比方说他们靠近地铁站啊，或者靠近一些交通枢纽。第三呢，它的周边可能有非常齐全的一些设施，我们就是把它称为黄金地段的祖屋或者优选地段的祖屋，给予更多的津贴，才能够让这2种新的祖屋分类的单位呢，可以让更广泛的国人可应付得起。那要公平来讲呢，我们必须实行比较严格的一些条件，比方说这个 MOP，标准地段的祖屋呢，5年之后是可以卖。可是黄金地段祖屋跟优选地段祖屋呢，它的那个最低居住年限就是 MOP 是延长到10年，然后在第一次转售这些新竹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收回一部分的他们的那个当初的那个津贴，因为他们有收到额外的一些津贴嘛。推出这样的一个框架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地点比较优秀的一些地段呢，继续新建祖屋。实行这个新框架呢，我们能够通过新的条例跟更高的津贴，让更广泛的国人买得起这些祖屋，确保呢新加坡每一个市镇、每一个邻里呢有这个社交的那个凝聚力 （social mixing），80%的国人住在祖屋，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跟全世界比起来，我们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制度。我们要继续保持这种社会凝聚力。我身为一个新加坡人，我也真的感到很骄傲。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部长，谢谢，带我认识了文理，也给我带来这么好吃的这个黄梨塔。常常来拜访。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的阿姨。一定的，一定。谢谢。好。空中访民情已经10年了，在那10年里，你们谈了许多重要的民生课题，让政府更了解民情，也让人民更了解政府的政策。那我祝愿空中访民情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